我们为您带来全球媒体关于中国时政、经济和社会的最新内容以及独家分析。我们可信的、专业、多角度的中国报道，为世界精英的提供判断、决策参考。中国局势使用多种语言发行，包括文字、视频、播客、书刊多种形式。同时，我们也在6度世界进行全天候播放。马克龙迫使网站删除他对台湾的坦率评论。英国每日电讯，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 （Emmanuel Macron） 被指控对一家媒体进行审查，因为他的团队要求 Politico 删除在接受采访时关于台湾和欧洲战略自治的某些评论。这些评论被认为过于坦率和暴露，无法发表。马克龙本周早些时候从北京前往广州时与多家媒体进行了交谈。Politico 发表了一份关于审查制度的声明，并承认他已与爱立社工达成协议。马克龙和他的团队在出版前审查并同意了他的报价。声明补充说，该协定违反了该出版物的编辑标准和政策。在采访中，马克龙谈到欧洲不应该在台湾问题上站在美国一边，称欧洲国家应该避免陷入这种情况，并推动欧洲国防工业的发展。他警告说，如果2个超级大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升温，我们将没有时间和资源来资助我们的战略自主，我们将成为附庸。Politico 的前法国记者 Ryan Montes 批评参与采访过程的记者没有设定条件并反对这些条款。他声称爱立社工需要新闻报道，记者应该利用这一点来谈判有利的采访条件。法国财经日报回声报 Les Echos 发表了更详细的采访，包括宏观对台湾问题的评论。随着企业从中国转移，印度希望发挥关键供应链作用。彭博社，印度财政部长尼尔马拉·希塔拉曼 Nirmala Sitharaman 表示，印度正在寻求增加其对全球供应链的参与，并取代中国。这个南亚国家的生产激励计划正在将包括半导体在内的13个制造业带入该国。Sitharaman 表示，该计划旨在生产许多大型散装制造产品，这些产品可以出口到全球并满足国内需求。印度的行动电话行业从生产很少的设备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之一。Sitharaman 将其作为印度出口能力的一个例子。上个月，印度概述了其到2030年实现年出口价值2万亿美元的雄心，以吸引那些寻求将供应链从中国转移的公司。总统访问，中国希望与巴西建立更紧密的关系。德国之声，巴西总统路易士·伊纳西奥·卢拉·达席尔瓦将于4月11日至14日访问中国。此前他因肺炎推迟了3月的访问。此次访问正值中国热衷于将自己描绘成一个有影响力的全球大国，是美国的竞争对手。中国与巴西的贸易额每年达1500亿美元，目前巴西的贸易流量达到890亿美元。中国在巴西投资了一系列行业，包括大豆，这是中国建立粮食安全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一些巴西企业和行业领导者担心，中国公司主导住许多行业，这引发了对巴西工业和竞争力竞争的担忧。由于中国参与了巴西26个州中23个州的项目，行业和利益集团警告说，中国在某些领域的参与。与此同时，巴西的制造业一直在抵制与中国的贸易。问题可能包括“一带一路”倡议。虽然巴西不是签署国，但这个话题可以在卢主席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会晤中提出。签署“一带一路”将为巴西带来一些经济利益。巴西的批评者还指出，如果巴西利亚想要扮演这一角色，该国拥有战略位置和塑造北京全球足迹的能力。美洲对华亚洲和拉丁美洲专案主任玛格丽特·迈尔斯说，巴西的卢拉在100天后努力前进。多伦多星报，自去年10月以微弱优势赢得总统选举以来，巴西的路易士·伊纳西奥·卢拉·达席尔瓦一直强调让巴西回归他的社会政策，并扭转前任亚伊尔·博尔索纳罗的遗产。他的主要重点是重新启动有现金条件的家庭补助金福利计划、我的房子、我的生活住房计划，以及扩大医疗保健的更多医生倡议等。卢拉指责博尔索纳罗政府面临的挑战，其官方口号包括重建一词。
尽管如此，民意调查显示，卢拉缺乏民众的支援。他尚未重建巴西的环境机构，不仅是为了保护工作，也是为了展示政府对外国投资者和政府的全面承诺。分析人士还说，卢拉缺乏国会的支持来通过立法。一些分析人士呼吁巴西为其目前以化石燃料为重点的经济开发绿色替代品。随着巴西不同的区开始面临缺水问题，这一点变得越来越重要。随着气候变化，这种情况预计会变得更糟。巴西的一些当地人希望政府提供金钱激励措施，以采取新的节水和生产计划。周二简报：中国在台湾周边展示武力。纽约时报：中国加大了对台湾的军事压力，其军事演习包括创纪录数量的军用飞机、海军舰艇和一艘航空母舰。为期3天的针对台湾的军演是对总统蔡英文访美的回应。台湾指出，仅在周一就有91架中国军用飞机飞入其防空识别区，这是自2020年以来中国每日出动次数的最高水准。另外，中国最著名的人权律师许志勇和丁家喜分别被判处14年和12年的长期徒刑。美国总统拜登抵达爱尔兰，访问他的祖籍，庆祝25年前签署的耶稣受难日协议，结束北爱尔兰的宗派暴力。拜登以在与爱尔兰有关的问题上采取感性而非外交立场而闻名。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恢复了他的国防部长约阿夫加兰特，他批评了限制最高法院影响力的有争议的计划，引发了抗议活动。泄露的档表明，乌克兰的防空系统需要更大的支援，以防止俄罗斯改变战争进程。一名男子在肯塔基州的一家银行开枪打死了4名员工。法国马赛发生爆炸后，一栋建筑物倒塌，造成8人失踪。据2个团体称，松露狩猎已成为叙利亚的一项致命活动，本季至少有84人死亡。气候变化正在导致航班出现更多湍流。泄露的文件对美国安全构成威胁。BBC 据美国官员称，美国国防部机密文件的泄露对国家安全构成非常严重的风险，已展开调查，以确定问题的严重程度、泄露源以及是否已得到控制。这些档的格式与分发给高级领导人的档相似，被认为包括有关乌克兰、中国和美国盟国战争的敏感资讯。据报道，一些档包括有关乌克兰战争的非常详细的资讯，其他档则详细介绍了美国在进攻前提供的训练和设备。国防部长公共事务助理克里斯·米格 Chris Maurer 表示，这些档对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并有可能传播虚假资讯。他还说，有些档已被修改。泄密事件引发了司法部、五角大楼官员和美国政府其他地方的调查。资料框：关于美国机密最新泄露的已知情况。路透社：美国国家安全机构和司法部正在调查数十份机密文件的泄露事件，这些档包含有关乌克兰和情报行动的敏感资讯。这些档包括敏感的简报幻灯片，标有机密或绝密，包括有关乌克兰冲突的详细资讯，以及有关中国、俄罗斯、伊朗、朝鲜、南美和非洲的情报。美国官员认为，大多数材料都是真实的，尽管有些材料似乎已被修改，以显示自2022年2月俄罗斯入侵以来美国对乌克兰战场伤亡人数的夸大估计。目前尚不清楚是谁泄露了这些档，但美国官员认为可能是美国人获得了这些资讯。这些泄密事件出现在包括 Discord、4chan、Telegram 和 Twitter 在内的社交媒体网站上，其中包含标记为 non-foreign 的材料，这意味着它们不能与外国情报机构共用。标有 FEY 的材料指的是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和纽西兰的间谍服务将被成千上万的安全许可人员看到。还有一些标有 FISA 的材料，表明他们是根据外国情报监视法收集的，该法管理驻美国对电子通信的监控。泄露事件正在接受调查，因为它有可能损害美国的国家安全以及与盟国和包括乌克兰在内的其他国家的关系。如果泄露是俄罗斯错误资讯行动的一部分，或者美国误导莫斯科关于基辅战争计划的计划，
那么损害可能会加剧。五角大楼表示，这些档似乎与提供给高级领导人的每日更新相似，尽管似乎存在一些不准确之处。调查尚未揭示这些档是如何泄露的。习近平的权力和他的执行观一书全面分析了习近平的权力结构，深入研究了他如何巩固对中国共产党、军队和经济的控制，并探讨了他所实施的制度性变革。本书详细介绍了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的人事安排，重点关注了在中国拥有最大权力和最重要职位的26个人，为读者提供了对中国未来高层政治方向的清晰理解。该书可在亚马逊上以 Kindle 电子书和平装书的形式购买，并提供多种语言版本。购买该书中文版的链接是 https://mzn.to/3glzl 呀。通过中国局势了解全球与中国相关的最新消息、分析和政策简报。我们的团队汇总、综合和总结来自各种来源的最重要信息，包括媒体、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我们的使命是为您提供易于访问且非常有价值的信息，这些信息是根据您的特定兴趣领域量身定制的。我们了解与中国相关最新发展的重要性。